看向卓寻，都大半夜了，还要吃晚饭吗？卓寻并没有注意我的目光，仍然在沉思着。我只好看向贵公公，他朝我摇了摇头，又看了看卓寻。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就在这时，卓寻让他们下去了，轻轻看了看我，也像往常一样跟着下去了。等到屋子只剩我们2人，我问：你没吃晚饭吗？他在桌边坐下来，神情恢复了往日的淡然。今晚有点事，的确还没吃，你陪我一起吃点吧。我应了声好，也坐下来。他拿起酒壶给我倒酒，我忙阻止，我不会喝酒。他笑了笑，附上我的手轻轻拿开，解释道：邪祠天冷，喝点酒暖暖身子。我想了想也罢，不过是喝一点，应该没那么容易醉，便让他倒了。他笑了笑，给我和自己的杯子分别斟了一杯，接着又拿起好几串羊肉串放到我的碟子里，这羊肉配酒，别提多美味了。我本来就喜欢吃羊肉，又看到烤得冒油的羊肉串，嘴里立刻分泌起睡液，毫不客气地拿起那串就吃了起来。卓寻眯眼看着我，拿起酒杯喝着酒，味道还不错吧？这是我们邪祠特有的羊，那般而鲜美，你再喝口酒，味道更好。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这羊肉的味道的确和我在邪祠吃到的不一样，特别鲜斑多汁，而且配了他们独有的粉料，更是外酥里斑。不过要喝酒，还能吃出这个味道吗？他似乎知道我心中所想，拿起那串吃了下去，又喝了口酒，一副人间美味的样子。我看着他陶醉的样子，不由得举杯抿了一小口。哇，羊肉配酒，味道果然不一样。嘴里的羊肉似乎吸收了酒味，内香变得富裕起来，让人欲罢不能。这是怎么做的？教教我。我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现在索性想把方法学会了，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烤来吃了。他听了我的话，吃了口羊肉，得意地坏笑起来。这是我们宫廷的秘方，怎么可以随便告诉别人？你若是要吃，那就一直待在这，我保证你随时可以吃到最鲜美的羊肉。我瞥了他一眼，放下那串，抿了抿手指，这卓寻还真是使我不死心，相当设法想把我留在邪祠，我难不成会被几串那串棒货住吗？不说就不说，我才不会留在这里。我装作不稀罕的样子。果然，他的神情暗了暗，我本以为他一定会说出邪祠更多好吃的东西来吸引我，谁知他突然问：上官玉是个什么样的人？猛然提到上官玉的名字，我的心中一颤，怔怔地看着他，下意识地回避，怎么提到他了？他看了我一眼，喝了口酒，只是一直很好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接触不多，并不知道，他既然是你的夫君，你应该知道吧？我并不想在卓寻面前过多地提到上官玉，因为说的越多，他对上官玉的了解愈深，这对上官玉没什么好处。我喝了口酒，沉默下来，其实也没什么的，他跟所有人一样。跟所有太子一样吗？我不理解他这话什么意思，奇怪地看着他。他吃了一口蔬菜，淡淡地看着自己的盘子。上官玉跟新雅成亲这么久，到现在还没有同房。什么期？我惊讶地瞪大眼睛，一是没想到他居然会告诉我上官玉和新雅的事，二是我虽然对上官玉对我的心清楚明白，但是他用过那么多人给他施加压力，他能否顶得住是我非常担心的问题。但事实却告诉我，他竟然这么坚定地抗了下来，到现在都没有跟新雅同房。你是不是很高兴？他抬头看向我，语气平淡，看不出丝毫波澜。我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说实话，上官玉对我那么痴心，我自然很高兴，可是他这样做要受到多少压力？连卓寻都知道这件事了，皇上皇后肯定都知道了吧？怪不得卓寻刚才进来时一脸沉思，他就在想这个问题吧。他这样做对得起我们邪祠的一片诚心吗？卓寻的语气突然强烈起来，愤愤地看着我，仿佛在指责我是一个不识大体，只知道独宠的女人。我瞥了他一眼，抬头对上他的眼睛，诚心？为何要把你的妹妹嫁来就是诚心？表示诚心的方法有很多，你们男人就知道嫁女儿、嫁妹妹，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你的妹妹根本就不想嫁过来，但为了国家，她不得不那么做，
你这样只会毁了他一生的幸福。幸福，卓寻狠狠地喝了一口酒。和亲不是我们挟持一个国家的传统，自古以来，以和亲成为秦晋之好的国家数不胜数，只是没想到上官玉居然不领情，完全不把我们挟持的公主放在眼里，让我们颜面何存？颜面，我冷笑起来，这些男人只知道自己的颜面，从来不把我们女人的颜面当回事。难得上官玉坚特己见，死活不肯纳妾这件事，就被他们看成是伤了他们颜面的事。我看根本是活该。我看着卓寻义愤填膺的样子，忍不住把满腔怒火发泄和委屈发泄到他身上。挟持原本好好的，你为何要挑起战争？你若没有野心称霸大楚，你的妹妹需要去大楚和亲，以示你们的忠诚吗？还有，若不是你挑起战争，我会上战场帮着上官玉打仗，被你俘虏吗？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野心引起的。你还有什么资格指责上官玉对新雅怎样？卓寻的脸色越变越难看，他死死地盯住我，砰的一声将筷子重重撂在桌子上。一个男人若是不想着开疆扩土，他当这个王还有什么意思？难道你们上官玉只要每天跟你卿卿我我，他就满足了？卓寻的话简直不堪巴耳，我气得要命，针锋相对。不管我们上官玉怎么样，他不会想着去占领人家的土地，给百姓带来痛苦，流离失所的日子并不好过，并不是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人体会得到的。你是说我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挑衅打仗，错都在我？你怎么不想想，挟持地贫物少，光是种地根本不可能富起来，唯有将我们的东西出口才能赚钱。我要大楚的皇帝开放窗口，错了吗？可是你们只想着牵制我们，压制我们不让发展，根本没想过我要开这个窗口的用意。卓寻说的振振有词，倒把我听得说不出话来。他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挟持地处北方，经济自然没有地处南方的大楚发达，他要增加口岸以利贸易，倒也有道理。当初父皇不同意他们增加口岸，难道真的是起压制作用，不让挟持发展吗？我无法反驳，说不出话彩。他气呼呼地看着我，拿起杯子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怕他醉了，按住他拿酒壶的手，劝道：“不要喝了。”他却反手擒住我的手，用力一拉，将我拉至胸口。我吓了一跳，他的呼吸就在我的头顶，一股酒香扑面而来。你干什么妻？你说，我真的是不顾百姓死活的王吗？他有些醉了，醉眼蒙睁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这个人酒品如何，不敢刺激他，只好顺着他的话回答：“不是。”他满意的笑了，搂紧了我。你说的是真心话吗？我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勉强点点头。是的。他抚了抚我的背，低头吻了吻我的额。我虽然不愿，也只好不动。谢谢你相信我。第79章下划线或起，月色蒙尊，卓寻果然醉了。好在他的酒品不差，不像人家喝醉了哭闹发疯，他则是乖乖的睡觉。但是他睡觉的脾气好像小孩子，紧紧拽着我的手不放。刚开始他抱着我，不久就将头搭到了我的肩上。我等了一会儿，见他没反应，就喊了他几声，他仍是一动不动，我便意识到他是睡着了。我动了一下身子，想把门口的贵公公喊进来，谁知他随着我动身的方向，整个人倒在我身上。他人高马大的，瞬间将全身力量全部压到我身上，我差点支撑不住，缓了好一会才用力举起手，勉强搭住他的背，扶着他朝自己的床边走去。我把他扶到床上，想把贵公公叫进来，然后让他想办法把他弄回他的寝宫去。谁知我刚要拿开他抓着我的手，他下意识地抓了抓紧，我掰了掰没掰开，用了用力，他嗯了一声，将我的手往他怀里拽了拽，我整个人差点被他拽到他身上去，把我吓得不轻，不敢再乱动，只好坐在床边，无奈地看着他。贵公公，我走不掉，只好朝门口喊了一声。片刻之后，贵公公推门进来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已经看到了卓寻拽着我的手，忍不住扬了扬唇角，走过来，小姐不用担心，王上醉了就是这样的，只是要辛苦小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翻不了身，因为不等王上醒过来，他是不会放手的。什么妻他要醒了才有意识？我惊讶地看了看贵公公，
又看了看熟睡的卓寻，这怎么行？等他醒来，起码要明天了。难道要我一晚上坐在这里不行？贵公公，你必须想办法让他松开我。我又试图怔了怔，发现的确是徒劳。他其实拽得并不紧，但是每当我要迟拖的时候，他就会加重力道，让我脱不开。贵公公摇了摇头，没用的，小姐，有妃娘娘曾经试过，不管怎么哄怎么骗，王上都不会松手。你就这样睡吧，就是有些不自由。我暗叹，贵公公并不了解我的难处，我怎么可以就这么睡了？难道让我醉他同床吗？不行，我必须让他松开，回自己宫里去睡。公公，你先出去吧，我有事再叫你。我转了转眼珠，想出一个办法，先将贵公公支了出去。贵公公以为我也死心了，爽快的就出去了。我看着房门重新被关上，坏坏的一笑，拿起长至腰问的头发往卓寻的鼻上搔去。他痒得动了动，用空着的那只手挥了挥，不悦地嗯了一声。我气得直瞪他，居然不用另一只手，恨恨地瞪了他一会。我在他身上环顾一圈，计上心来，将自己被拽的那只手慢慢移到他的腰问，喝他的痒，接着又拿头发搔他的鼻子。他被我两处一弄，果然一手挥向鼻子，一手挥开握着我的那只手。我顺利逃脱，对他笑了笑。谁说他不会放手？他这不是放了吗？我高兴，正想把贵公公叫进来，只见他的眉头蹙了蹙，拽着我那只手的手在空中挥舞着，仿佛在找什么，睫毛也在微颤，随时有醒来的迹象。我怕他真的醒过来，忙将枕头塞到他手里，他手里有了东西，慢慢放下来，又抱着枕头现巴熟睡。看着他犹如孩童般熟睡的模样，我感觉自己心底最柔软的一处被触动了。这样无瑕的脸露，怎么会是置百姓于不顾的王呢？我理了理思绪，平静了一下情绪，把贵公公叫了进来，让他把卓寻带回寝宫。贵公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惊讶地揉了揉眼睛，你怎么让王上松手的？我淡淡一笑，幸亏刚才把他支出去了，要是让他看到刚才我是怎么让卓寻放手的，恐怕非跳起来说我个大不敢之罪。别说话了，天色已晚，快把王上送回寝宫吧。贵公公迟疑地看着我，他一定觉得卓寻从来不在我这里过夜，今天难得喝得不省人事，是个好机会，我就这样让他们把他送回去，非常可惜。快去吧，明天还要上早朝，别误了王上的休息。贵公公见我丝毫没有犹豫的样子，不便再说什么，只好招呼手下，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卓寻弄上御辇，回他的寝宫去了。我将他们送到门口，径自回房，轻轻跟在我身后，不解地问：小姐，为什么让王上走了？我笑而不答，岔开话题，你赶快把桌子上收拾一下，我也要休息了。一夜无梦，翌日醒来，阳光灿烂。冬天的阳光苍白无力，掉光了树叶的树枝光秃秃地矗立在门口，显得格外凄凉。我迎着阳光站在门口，沉默地看着那棵树。记得卓寻那天醒来后，就把我宫殿周围的侍卫增加了1倍，除了宫里，宫外几乎是挨步一岗，十步一哨。转眼几天过去，人都没有撤。我知道卓寻是时，我起了戒心，怕我知道上官玉的消息后再次逃跑。我不禁笑起来，在没有得到会有人接应我之前，我是不会再贸然行动的。但是既然他逼我如此，我也不得不这么做。青青，去把刘露叫来。我让青青去找来每天给宫里送食材的刘露，她疑惑地看着我，小姐找她干什么妻？我笑了笑，最近天冷了，宫里的菜都不合我胃口，我想问问有什么特别的菜没有，让她帮我拿一些过来。青青听我胃口不好，脸上一喜，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我的腹部，随即又想到卓寻从来不在我这过夜，没那个可能，脸色又暗了暗。我暗自好笑他的反应，故作严肃道：快点去吧，刘露马上就要走了。他应了一声是，往御膳房的方向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一心期待刘露赶快过来。因为一日我正在宫里闲逛，看见刘露送菜进来，我本以为他是宫里的公公，随口问了句。青青却告诉我不是，他只是一直给皇宫送菜的农夫。于是我留了个心眼，暗暗现查了他许久，发现他为人老实，
比较憨厚，而且宫里的侍卫都已经认识他，进出宫很方便，可以帮我做事。青青很快就把刘露带来了，我将众人都支开，只留下我们2人。刘露不知道我找他来所谓何事，紧张地低着头。我淡淡一笑，不用紧张，我找你来只是想让你帮我找个人，没有其他意思。刘露借惶借恐看着我，哆嗦道：娘娘，小的只是给宫里送菜的，对宫里的人并不熟悉。我不置可否地端起茶杯，放在鼻子底下慢慢闻着，果然是上乘的茶叶。卓寻在吃穿这一点上，从来都是按照他妃子的品级给我。我喝了扣口，满口清香，看着紧张的刘露淡声道：我是让你去宫外找一个人，不是宫内。闻言，他看了我一眼，一脸为难。我放下杯子，从椅子上走下来，拿出1件银子塞到他手里，看向外面，这个人并不难找，他就在宛城的边境雁城军营里，你拿着这个找一个叫顾晨义的，找到他就告诉他我在挟持的皇宫昭容宫。我把大哥给我的玉佩塞到他手里，刘露小心翼翼地接过银子和玉佩，脸色有所松动。我微微勾了勾唇角，这锭银子足够他们一家老小用上1个月了。小的，一定尽力而为。他答应着。我嗯了一声，虽然他给了我保证，但是我还是需要给他一个警告。我走了2步，与他反方向而立，目光投放到远处，低声道：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若是被第3个人知道，我就不知道你的妻子儿子会发生什么了。刘露一颤，瞥了我一眼，我并不看他，举步走回自己的位置，整了整衣衫问：知道了吗？小的，知道了。他低下头，目光垂向地面。我说了声好，问道：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应？他想了想，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说：从这里到雁城大概要6天，然后再找人，一个来回起码10几天吧。10几天，我皱了皱眉，不行，时间太长了。现在挟持正处于和大楚的敏感期，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每天都有不可预料的事发生，10几天下来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样吧，你会不会骑马？我问。骑马？他看了看我，不会。不会骑马，用马车就要慢许多。我暗自盘算了一下，做出决定，你让车夫驾得快一些，争取4天到雁城，然后你去找人，让他立刻跟我联系。我算过了，如果刘露用5天时间到达雁城找到大哥，大哥得知消息后肯定会马上派人来，他们大概3天就可以到，那么8天之后我就可以和大哥的人碰上面，接下来我就离开挟持不远了。是，小的知道了。刘露接受了我的软硬兼施，躬身退了下去。望着空荡荡的宫殿，我满心期待，不久我就可以逃出这个束缚了我几个月之久的牢笼。只是没想到的是，我还未跟着大哥的人逃出去，我就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第80章下划线惊雷。冬日夜凉，我有畏寒的毛病，就是首先自己怕冷，其次就是手脚冰冷，再加上挟持的冬天又比大楚要冷上许多，所以我必须经常捂着暖炉，才可以保持手脚的暖和。青青知道我冰冷的被子里睡不进去，所以早早的就把暖炉放进了我的被窝里，等到我进去的时候就特别随和。我感叹青青的贴心，暗想若是我在大楚，一定给她找个好人家。由于冬日里天色暗得早，吃过晚饭后天就已经全黑了，皇宫里又没有什么我喜欢的娱乐项目，所以我懒人懒办法，早早的就钻进被窝捂暖炉了。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就拿本书看看，或者一个人拿着棋盘跟自己对气，再或者索性对着头顶的围帘发呆，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睡过去。今天吃过晚饭，我在院子里散了会步，就回到房里坐了，但坐了没一会，就感觉坐在下面特别冷，索性又按照老规矩，洗洗漱漱就跑到床上捂被子去了。青青见我上床了，帮我检查一下房里的东西。我爬上床，直接钻进被窝，被窝里被暖炉烘得暖乎乎的，让我不想看书，也不想下棋，就想这么躺着。青青帮我吹灭了房里的蜡烛，吩咐丫头在门外守着，自己也回去休息了。因为我上床后就没有事情找她了，与其让她在下面受冻，
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我一个人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借着窗外微弱的烛光，看着头顶的围帘。今天已经是第3日了，刘露应该快到郾城了吧？希望他宿中不要出什么差错，顺利到达郾城才好。也不知道他到达郾城后能不能找到大哥，军营里放不放他进去。不过既然答应了我，我又拿他的家人生命做威胁，相信他不管怎么想，也会想办法见到大哥的。我这么想着，又放下了心，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很沉，半夜我突然毫无征兆地醒过来，转头望向窗外，屋外还有隐隐约约的光线，我知道那是守夜的侍卫点的灯，但是安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翻了个身，准备再睡，谁知一觉睡够了，没了睡意。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发现睡不着。我又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告诉自己时间还早，还可以再睡会，但是就是睡不着了。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的滋味真的非常难受。最后我火了，索性一屁股坐起来，穿上衣服下床，走到窗口看了看。我本想看看门外有多少丫头，能不能出去走走，没想到竟然发现丫头们都下了职，只有一些守夜的侍卫还在，但是人数比白天少了大半。卓寻白天倒是守得我紧，晚上却松懈了下来。我微微一笑，也好，白天不自由，就让我晚上自由吧。我披上大衣，从后门走了出去。前门虽然守卫减少，但是我并不打算从前面出去。后门是个偏门，抄一些远路，就可以绕过前面的侍卫到外面了。来后门也是有守卫的，不过卓寻晚上把人撒了，因此空荡荡的没有人。我独自一人走在青石板铺成的甬道上，借着昏暗的烛光，吹着夜风，竟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畅。我从没有一个人好好的在挟持皇宫走过，因为青青跟着我的原因，我必须有所顾及，有时甚至对哪条路通向宫门口都不能多看，生怕引起青青的注意。我一路顺着自己的感觉走，走着走着，一问亮着的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记得我出来时已经丑时未了，怎么还有屋子亮着灯？我快步朝着亮灯的地方走去，刚走了2步，猛地反应过来，那不是卓寻的书房吗？他这个时候不睡觉在干什么呢？怎么书房边都没有侍卫？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心头升起，我放轻脚步，从周围绕过去。烛光摇曳，书房内的光线并不明亮，2个倒影映衬在窗户上，左右晃动。2个，我以为是自己眼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再定睛一看，的确是2个卓寻的书房，半夜3更的，怎么会有2个人？他们在干什么？妻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大，我弓下身，借着树枝的掩护，挪步移到他的书房旁边。我知道，你那边怎么样了？我随时，是你，决定了没？2人的话随风飘进我的耳朵，和着风声，听不真切。我心中一惊，这话听着怎么好像在商量什么事？他们在说什么？妻那个男人又是谁？一问一个接一个的从我脑中冒出来。我知道事关重大，不然卓寻也不会3更半夜的和人在书房说话了。夜风冷飕飕地吹在我的身上，我虽然披了大衣，可还是止不住冷风钻进脖子里。我朝四周看了看，找到一个离书房最近的地方，挪了过去。卓寻和那个男子仍在我说话，我悄悄地抬头，隔着一层窗户纸，只能看到一个影子，相貌、身材都看不清楚。我只能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办法，用手指蘸了口水，轻轻地在窗户纸上戳一个洞。昏暗的烛光透过破洞照过来，我轻轻地凑上去，看到屋里站了2个人。卓寻一身便服的面朝我而站，站在他对面的男子一身黑衣，双手背在身后，我只能看到一个背影。该死，看不到脸，我有些懊恼，不过想到可以从他的声音辨别一下，于是凝神倾听。卓寻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低声问：“你那边有多少人？”我痛神一震，正要听接下来那个人的声音，却被卓寻的问题怔住了。他要干嘛？问人数干什么？我能动用的大约有3万。这个声音，我吸了口气。好透明的黑衣人，他居然用了变声器，让人根本听不出他的真实声音。3万。卓寻皱了皱眉，能不能再多点？
黑衣人看了他一眼，转过身。我心里一阵激动，他终于要转身了吗？好吧，既然分辨不出他的声音，就让我看看他是谁吧。这也是靠我家的势力才动用到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失望至极地看着黑衣人脸上的面具，完全没注意他紧了什么。这个人真是太透明了，不光用了变声器，还戴了面具，穿了黑衣。不管从容貌、声音还是身材上，都无法让人辨认出他是谁。我仔细看着那个人的眼睛，试图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是谁。他有着和卓寻一样的棕褐色眼睛，我感到一阵熟悉感划过心底，快得让人抓不住。好吧，3万就3万。卓寻似挣扎般点了点头，又问：随时都可以用吗？随时。好，那你看一下。他似乎摊开了一张地图，黑衣人重新转过身去，走到他旁边。我的心里又掠过一阵熟悉感，这个身形好熟悉，可是是谁？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默默地看着两人站在一起，心里暗暗猜测，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说话重点了吧，不由得将视线定格在两人并肩的身上。卓寻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来朝我这边的方向扫了一眼，我被吓了一跳，猛地缩回头。一阵脚步声传来，似乎有人走到窗口看了看，接着又走回去。我的心跳加速，一动也不敢动，不知道他们是否发现了我。那个人的脚步声在窗边驻足，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压制住狂跳的心，将身体紧紧贴在墙边。半晌，那个人的脚步声渐渐离开，我已不敢再从洞里看了，只得将耳朵紧紧贴在墙边。他们似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声音明显轻了下去，我只能隐约听见几个词：这里，埋伏。到时我已经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再待在这里只会给自己增加危险。若是他们发现了我，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悄悄地看了一眼亮着烛光的书房，咬了咬唇，沿着墙边，借着树枝的掩饰，飞快地离开。回到屋里，脱下大衣，面对着漆黑的屋子，我紧紧捂住胸口。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如在梦中，若不是现在还有些酸麻的腿脚，我简直怀疑自己刚才是做了一场梦，一场无比真实的梦。卓寻、黑衣人、密谋，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好像一张巨大的网，正在慢慢朝我靠来，将我笼罩其中。我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具体在说什么，但是动用、埋伏是一般说话会随便说到词吗？恐怕卓寻是在密谋一场战争，对手是大处不好。父皇并不知道邪慈正在密谋怎么对付他们，若是他们没有防备，虽然在人数上可能占优势，仍然能打赢，但是一定会伤亡惨重，损失重大，那这样的胜仗就没有意思了。我正担心地想着，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对了，刘露不是去找大哥了吗？再过几天大哥的人就会来了，相信卓寻应该没那么快就发动战争，我只要及时把消息告诉他们，父皇马上也会知道的。想到这里，我扑通扑通狂跳的心才算稍微安定了一点。甬道上传来打更的声音，已经寅时了，远处的天空微微亮了起来。我回到床上，睡意全消，脑中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闹哄哄的乱成一顾。唯有一个念头特别清晰，老天保佑，千万一切顺利。第81章下划线惊心。青青第二天见我顶着2个黑眼圈出现在他面前，忙问我怎么了，我只能含糊其辞，推脱没睡好。他赶忙去泡了杯参茶让我喝，我有些哭笑不得，看来青青是对我关心过头了，只不过一夜没睡好，用得着给我泡参茶喝吗？吃过早饭，我还想着昨晚的事，便说要出去走走。青青为难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门外成群的侍幼，好生劝道：小姐，我们就在院子里走走吧，外面那么多人，不万变。我看了一眼门外成群的侍幼，淡声道：我是出去走走，跟侍幼没关系吧？青青难得听见我用这样冷淡带刺的语调跟他说话，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垂眸低首，做谦卑状：如果小姐执意要出去，奴婢就陪小姐出去。我不语，穿上大衣，径自出了门。青青沉默地跟在我后面，招了招手，立刻就有一队士又跟在我们后面。我停下脚步，看了看后面的大队人马，又看了看青青游移在别处的眼神，
淡淡的一笑，回过头去，是怕我会逃走吧？所以找了那么多室友跟着我转过头去。如果有这么多室友跟着可以出去走走的话，就让他们跟着吧。我只当那些人是空气。我在皇宫里来回走着，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去卓寻的书房，但是又不便让人看穿。所以我故意在宫里走来走去，迷惑众人，最后才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走到卓寻的书房。书房如我所料，没人在里面，但我只是存了一线希望，希望在里面看到昨晚的那个人。轻轻上前一步，走到我身后，轻声道：“小姐怎么上这来了？”我假装疑惑地看了一眼，喃喃自语：“哦，随便走走的，怎么到这来了？”说着就转过身去，往回走了几步。我假装不经意地问青青：“王上在书房里都干什么呢？”青青顿了一顿，回答道：“般都是批奏折或者接见大臣便者的。”哦，我点点头，王上还是一个勤政的王上呢。是啊，青青赞同的点点头。我淡淡一笑，那般都是什么人来的比较多？这个他皱了皱眉，奴婢就不知道，王上见客的时候都不让人待在房里的。他回答的谨慎，我看了青青一眼，见他没什么表情，也就面无表情的点点头，并没有露出失望。本来我是想通过他，从他嘴里探听到些什么的，不知道是他嘴巴太紧，训是他真的不知道，我居然什么都没探听到，没有知道自己想要的。我心里训是失望的，但又不便表现出来，笑了笑，略过刚才的话题，随意地问着最近宫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8天，夸天是流露离开的第8天了。按照我的预期，大哥派来的人昨天就应该到了，可是没有，甚至现在已经是第8天的傍晚了。我训是没有看到大哥派来的人，怎么回事？是不是流露出了什么事？大哥不会对我不闻不问的，莫非流露害怕自己办不成这件事？与其担惊受怕，不如直接去卓寻那里告密。可是也不对，若他去告密，卓寻也不会毫无动静，任我为所欲为。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既不见史哥的人来，卓寻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好像一切事情都脱了轨，毫无头绪。我出不了宫，没办法打探流露的病情，因为我让流露去帮我办事，他怎不能突然不来送菜了？宫里必定起疑，所以我让他的儿子谎临他生病了，这段时间不能来了。如夸已经是第8日了，我不得不去探寻流露到底怎么了，回来了没有？训是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青青叫到跟前，装作无意地说：“流露家送来的蔬菜又新鲜又很好吃。”流露家训真有一套。青青笑了笑，最近都是流露的儿子来送饭呢。流露病了好久了，不知何时能再来呢。哦，流露的病讯没好。我装作惊讶地看着他。是啊，流露的病讯没好。昨天是又问了，刘成说比前2天好些了，不过训不能下床。我同情的点点头。流露家送的东西真是不错，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青青用力点点头，我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低下头不再说话。流露的病讯没有好，说明训没有回来。算算时间，如果他去了雁城的话，的确训没到回来的时间。可是既然他没有回来，我又没有见到大哥的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发生这种局面？第9日，我刚刚起床洗漱完毕，刘成突然来了。我神色一震，看了一眼了头，故意问道：“你怎么来了？”刘成会意，朝我行了个礼，声音特别的低沉：“娘娘前阵子让爹爹拿些开胃的菜，但爹爹突然重病，一直没能拿来。这2天中子好了些，所以今天特意让我将家里腌好的成菜给娘娘送来了。”我有些疑惑，刘成这么个年轻小伙子，声音怎么怪里怪气的？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字眼，走过去看了看他放在缸里的成菜，朝了头们挥挥手：“你们先下去。”扒了头们应了一声，排成2队退了下去。我看了看训站在我身后的青青，对他示意了一下门外：“你也出去吧。”小姐。他犹豫地看了看刘成，又看了看我，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不禁笑了。刘成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我虽然名义上是卓寻的妃子，但这孤男寡女的，训是不妥的。我知道若是硬把他请出去，他肯定会心存疑惑。当初我和刘露单独讲话的时候，因为刘露为人本分，在宫里送了几年的菜，又加上把年纪了，所以他放逸，
如夸我要留下来单独讲话的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才来过宫里才几天的年轻人，他自然不放心。我想了想，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样吧，刘成，不如我们去院子里走走，我也好问问你盛菜的制作腕法。刘成的脸上露出谦卑的神情，他垂下眸，躬声道：一切但凭娘娘吩咐。我点点头，与他一前后走出屋子，青青的脸上目过一抹愧色。我看了看他，这样怎可以了吧？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了吧？我带着刘成往前走着，目不斜视地问银天进宫有什么事。他与我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低声道：小的夸天早晨刚刚回来。我惊得浑身抖，飞快地转过头，死死地盯着他。刘露，他是刘露。刘成仿佛看出了我的震惊，低下头，声音恢复成他的声音，对我说：娘娘，小的是刘露。你怎么扮述你儿子的样子？我悄悄地看了眼在远处看着我的青青，将神色恢复过来。他忙道：娘娘恕罪，娘娘说过这件事除了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三人知道。小的没有办法，只好找了易容师帮小的易了下容，不然小的无法进来。我点点头，也对，昨天世佑刚问过他的病情，他儿子才说好点，总不能夸天已经好到可送菜干体力活了。我不再追究他是怎么进来的问题，忙问事情怎么样了，我为何没有见到人。娘娘恕罪，实的确找到了娘娘说的雁城军营，但是军营里的人告诉小的顾晨义不在，小的怕他们骗我，又给了那些人一些银子，那些人才告诉我顾晨义确实不在，他前2天刚出去了，质子去了什么地万，他们不知道。大哥出去了，我不可置信地张大嘴巴，他不在军营待着，难道回京城了？可是我没听说大楚发生了什么事，大哥回京城去干嘛？娘娘，娘娘，刘露小心翼翼地喊我。我看了看他，他道：娘娘，小的也没办法，娘娘要找的人不在，小的怕娘娘急，所急忙赶回来报告您了。您看是不是？算了，你回去吧，没你的事了。但是记住，这件事迅足只能你知我知，不许告诉任何人。刘露如蒙大赦，连连点头。小的明白，娘娘放心，小的绝不会说出去。我满意的点点头，又塞给他一些碎银子，就让他走了。看着刘露离开的背影，我怔怔地站在原地。怪不得8天过去了，我没有看见大哥的人，原来大哥根本不在军营，刘露没有看到他。天，难道是天要亡我，所以让我错过了大哥？我在心里无语，问苍天怎么办？卓寻的密谋，大哥的不知去向，上官玉的渺无音讯，难道我要终身被困在这里吗？日子如流水般又过去了几天，宫里突然紧张忙碌起来，工人们个个面色严肃，不时的被管事的找去说话。我让青青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回来时也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沉声道：王上向大楚宣战了。什么？他这么快就向大楚宣战了？明明那天他才在向黑衣人安排借兵的事，这几天就已经宣战了。我惊愕的不小心打翻了手里的茶杯，吓得青青赶忙跑过来看我烫伤没有。我根本没觉得痛，20急急的拉住他的衣袖，着急的问什么时候，在哪里。青青被我激动的情绪吓了跳，茫然的摇摇头，具体的奴婢也不知道，只是听到工人们在这么说。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放开青青的衣服，假装胆小的拍了拍胸口。我从来没见过战争的场面，突然听到要打仗了，有些害怕。这宫里，青青看着我的确心生害怕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背，小姐不必紧张，王上很厉害的，绝对不会让大楚的人打到宫里来。我装作定心的样子点点头，心里却摁不住摇头。卓寻要是厉害，当初怎么会失败子上官玉呢？还把新雅送来和亲，导致接下来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我心里这么想着，脸上却神色不变，对他点点头，将手托在胸口，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青青重新给我泡了杯茶压惊，似不经意地问：小姐以前是哪里的？我心中警铃大作，这个问题看似平常，但是由青青问出来，训是给了我一个不小的赐教。我故意装作在平息情绪的样子，慢慢地说：我家在斜坡和大楚的边境，一个小村庄里，没什么好说的。哦，他眨了眨眼，奴婢的家也是在村里，小姐那村叫什么名字？我一惊，
下意识地看向他。他问得这么清楚是干什么？是发现了什么？在试探我吗？我知道自己不该存这样的疑虑。卓寻把我从大楚带过来，除了多尔和昭亚，根本没人知道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宫人所知道的只是卓寻从别处带来一个宫女。可是自从青青被卓寻演到我身边来了以后，虽然对我训不错，但是怎觉得他对我比较谨慎，敏感的话题从不说。训经常从言语中试探我。青青见我不答，又唤了我一声。我站起身，刚想打马虎眼糊弄过去，门外传来泽欣欣的通报声：王上驾到。我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自然忽略了他的话，走到门口。我没想到卓寻不只是自己来，身后居然训跟了好几个大汉。他没有进门，而足站在门口看着我。姚月，跟我走。我不解地看着他，并没有挪步。去哪？你去了就知道。跟我走。他有些不耐，眉头皱了皱。我心里暗暗感觉不好。此次去，凶多吉少。心里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不要跟他去。他见我不动，脸色阴沉了下来，朝身后的大汉变了个眼色。两个大汉王客朝我走来，我怒从心起，冷冷地斜了他们一眼，对卓寻说：我自己走。他点点头，阻止了朝我走来的大汉。他转过身，率先举步。我看了他的背影一眼，也亮了上去。小姐，轻轻担心地喊了一声。我朝他露出一个放心的表情，然后不再看他，跟着卓寻离开。第82章下划线面具。我没想到卓寻把我带回了书房，看着他面无表情的脸，联想到那天我偷听他们讲话，他们似有所觉的样子，我的心就无可抑制地狂跳起来。莫非他是怀疑我了，才把我带到这个只有他才会进来的地方，要我招供？我不语地看着他，等待他说话。他却一反常态，进八书房后并没有马上讲话，而是负手在房里走来走去，眉头深锁。我看着他走过来又走过去的背影，心里惴惴不安，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你……他终于停下脚步，直直地朝我看来。我眼皮一跳，抬头对上他的视线。他顿了顿，终于说：你从今天开始就待在我的书房里，哪也不要去。你囚禁我。我嗅出了他话里的味道，冷冷地看着他。他日光一闪，回避了我的视线，看着书桌上的奏折，口气带着我无法理解的感情。不是囚禁，是没有办法。我看着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了，又似乎不太明白，隔了须臾才问：为什么？他踱步走到书桌旁，默默地看着桌上的东西，出了会神，才抬起头来直视着我，一字一句坚定道：因为我要和大楚宣战了。猛地听到卓寻亲口证实这个消息，我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张口正要说话，他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从书桌旁走过来，对我摇摇头：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不要说，我不想听。他既然如此，我只好闭上唇，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他的脸色稍微好了点，走到我面前。我曾经说过，若是上官玉能找到你，我就把你还给他，可是他没有。如今半年了，他仍旧没有找到你。现在我要收回以前的话，即使他能找到你，我也不会再把你还给他了。我这次向大楚宣战，并不只是为了上官玉让新雅蒙羞，还为了你。我不要你再带着大楚太子妃的头衔，我要灭了大楚，让你做我们挟持的王后。你疯了吧你？灭大楚？你有这个能力吗？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他对我说这样的话，我竟然一点都不惊讶，也不气恼，只是泼他冷水。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气得跳起来，反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冷静得过分。你不用激我，我很清醒，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相信也罢，不信也罢，我都会证明给你看。总之，你现在什么地方也别去，等我布置好一切，你看着就可以了。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朝外面走去。我心里一急，上前一步拉住他的衣角。你要干什么去？他停下脚步，微微侧了侧脸看着我。这个你不用知道，你好好待在这里就可以了。说完不再停留，飞快地出了门。我跟着走过去，他身后的大汉及时拦住了我。我走不动，
只能站在门口，眼睁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野里，这种被人摆布的感觉非常不好受。一晃2天过去，卓寻将我关在书房里，屋里有个名叫子儿的丫头陪着我，与其说是陪着，不如说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而且这丫头武功高强。我曾假装不小心将茶水泼在她身上，趁她忙着擦衣服的时候，我装作着急的样子帮她一起擦，并不小心搭了搭她的脉。她甚为深厚的功力将我吓了一跳，怪不得卓寻放心将她放在我身边。我在书房，卓寻每天下朝后还是会来书房里处理公务，但是他做事的时候，他都会让子儿陪我去御花园散步，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他的公务通常都已经处理完了。这时候他会跟我说会话，但绝口不提他正在进行的事，我几次旁敲侧击也打听不到，只好作罢。虽然打听不到卓寻向大楚宣战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但从工人的行动以及眼神上我看出，一切都在准备之中，时间紧张，筹备迅速。宫里忙得如火如荼，我却闲得无聊。书房只有那么大点地方，来回走几圈就走完了。而子儿也很少跟我说话，多数时间都是默默地看着我，或者垂手看向地面。他的存在无形中给我一种压力，让我束手束脚。正当我盯着从书架里随便拿出的一本书，漫不经心地看着时，一阵脚步声传来，随即传来卓寻的声音：“姚月，你在哪里？”我合上书，从高大的书架后面走出来，淡淡地看着左右张望的他，回答道：“我在这。”他循着声音看过来，见我衣冠整齐地站在书架旁，不禁松了口气，朝我招招手：“过来。”我走过去，与他相隔一些距离，平淡地看着他。他伸手将我拉到椅子上坐下，还不等我开口，又把子儿喊过来：“你要干什么？”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笑了笑，声音温柔而怜惜：“别担心，我不会害你的。”我瞟了他一眼，只见他瞬间又恢复严肃的神情，对身后的子儿说：“开始吧。”“开始什么？”我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刚要站起来逃开，子儿的眼神一耸，飞快地轻身到我面前，我都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出手，只感觉身上2处大穴一麻，就不能动了。你要这个动作让我脑中瞬间反应过来，他这样做莫不是要卓寻看着我惊恐的神色，握住我颤抖的手，依旧温柔地看着我：“月儿，别担心，我不会害你的。”他的笑仿佛一个恶魔，嘴上说着动听的话，但若是被他迷惑，你就会伤得体无完肤。你们快放开我，混蛋！我挣扎起来，怎奈身上被点了穴，根本动弹不得。意识中的挣扎只是变成了嘴上说说。卓寻和子儿根本不理我。子儿拿出那张我再熟悉不过的人皮面具，它薄如蝉翼，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近乎透明的面具上，折射出金色的光芒。他近乎崇拜地看着那张面具，须臾之后才将面具放在桌上，拿出毛巾给我擦净了脸。我狠狠地瞪着他，他仿佛没有看到，脸上神色未变，手也不颤，让我直叹他心理素质还真好。他给我擦净了脸，看了一眼卓寻，只见卓寻对他点点头，他便拿出一只小瓶子，用棉棒蘸了些里面的东西，均匀地涂在面具上。卓寻靠近我，仔细地盯着我的脸，似哄棒道：“月儿，把眼睛闭起来好吗？你休想！”我咬牙切齿地瞪着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挟持特制的宫廷面具怎样给人戴上的全过程。现在要我乖乖地闭上眼睛给他们戴面具，除非我疯了还是傻了。乖，听话。他哄劝着我。我不为所动，索性别过头不理他。他劝了2句，子儿有些不耐：“王上，索性让奴婢点了他的睡穴，这不就简单多了？”卓寻正在劝我，一听这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不是不知道，这穴道一次点太多对身体不好。”子儿被他一喝，立时闭了嘴，沉默地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卓寻耐下性子，好说歹说地劝我，见我硬是不为所动，最后死死盯着我看了许久，才直起腰对子儿说：“点吧。”卓寻，你敢？我虽然知道这句话对下了决心的卓寻来说没什么效果，但若是不说，实在难平我心头之气。他看了我一眼，
别过头去，不要怪我，是你不肯配合。我要配合你，我话未说完，只看见子儿朝我伸出手，在我脖颈处一点，一阵困意无法抵挡的袭来，眼皮仿佛突然问压了千斤重的东西，我根本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就睡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的手脚已经可以动了，我从床上爬起来，想起昏过去之前子儿点了我的睡穴，要给我戴面具的事情，手不禁摸上脸颊，一片光滑与冰凉。我的心瞬间跌到谷底，鞋也顾不得穿了，赤着脚就踩在冰凉的石板地上，奔到镜子前。浓黑的粗眉毛，一双小眼睛，白皙的皮肤，红润的嘴唇，这个样子就和我当初被掳来假扮的小太监一模一样。脑袋瞬间有些晕眩，我强撑住身旁的桌子，努力平息着脑中的纷乱。卓寻又给我戴上了面具，是不是又要带我出去了？他这样避人耳目的，不让人知道我的身份，难道是带我去见脑中飞快地闪过3个熟悉到刺入骨子里的字，终于又要见到上官玉了吗？若是这次相见，我绝不能再错过，一定要让他认出我。对着镜子，我伸手抚上脸颊，薄如蝉翼的面具，果然一点感觉也没有。即使它是戴在我的脸上，若是不去细细感觉，我根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试图照着上次卓寻给我揭面具的时候，在我脸上摸索的顺序去找那个头，但是来回摸了2遍，那面具仿佛融合在我的皮肤里，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醒了。正当我仔细摸索的时候，子儿的声音蓦然从我身后传来，我吓了一跳，赶忙放下手，装作平静的样子转过头去。子儿近乎漠然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想到就是他给我戴上了人皮面具，脸色也冷了下来，一时漠然地看着他。找我何事？无事，看着你而已。我转过身去，忽略掉那个人的存在，坐在镜子前，仔细地看着自己的脸，将手放在脸上。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己去揭，若是把皮揭掉了，就可怜了那么漂亮的一张脸了。他通过镜子的折射看着我的脸。我亦透过镜子看着站在我后面的他，他幸灾乐祸地警告我，想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谁知卓寻早跟我讲过擅自揭这个人皮面具的后果，我手上只是顿了一顿，故意面带微笑地看着他，谢谢提醒。说完站起身，走到床边，穿上自己的鞋子。子儿的脸色明显难看起来，他原本以为我知道后定会面无人色，谁知我居然只是朝他笑了笑，没有他意料中的反应。傍晚时分，卓寻从门外进来了，一脸拼。他看着我穿了一身宫妃的服装，脸上却因为面具的原因成了一个小太监，忍不住一扫拼之色，轻轻地笑起来。我没好气地看着他，若不是知道他这样打扮我会带我离开，我才不会这么平静地看着他进来。他看了我一会，将贵公公地上的一件衣服放到我手里，你明天起就穿这衣服吧。我接过看了看，是一件斜刺的士线服。这衣服他是不是让我穿了带我上战场？我将心里的疑问问了出来。他看了我一眼，避过这个问题，让贵公公上晚膳。贵公公颔了颔首，招手让丫头进来，一起给我们布菜。你尝尝这个翡翠玉鸽蛋，淋上了我们斜刺特制的拉果酱，非常好吃。卓寻指着一盆晶莹别透的鸽子蛋向我建议。既然他不答我的话，我也就不再追问，人家不是经常说默认不就等于承认吗？既然他默认了，就是等于承认了。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喜悦，连带着看卓寻也顺眼了许多。他推荐我吃这个菜，我便吃。我夹起一只鸽蛋放进嘴里，一股甜淡的香味自舌尖传来，我轻轻一咬，半生的蛋黄和着秘制的拉果酱在口中融合，竟带来无比非凡的味觉与嗅觉享受。卓寻见我表情陶醉，笑着问，还不错吧？我点点头，他又指着另一盆咖喱色的鸡肉对我说，这是腌制的鸡胸，配上波龟和清晨的露水蒸成，清香爽口，美容养颜。我不禁朝卓寻看了一眼，他准备的这些菜好像都是特意为我而准备的。第83章下划线出发。清晨，我睡得正熟，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响起。醒醒，快起来！帘子被人突然拉开，
透过掀开的围帘，阳光从缝隙里照进来，让我一下子根本睁不开眼睛。但来者说话的声音，我还是一下就辨认出来是子儿的。喂，醒醒，快起来！子儿自从那次因为点我睡穴的事被卓训过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差到了极点。虽然他还是奉命监视我，但是他跟我说话时不再迷糊我小姐，口气也是厉声厉气的。好在这一切我懒得跟他计较，卓也不知道，不然又得闹出事来。你干什么？大清早的叫什么？对他的不满在打扰到我睡觉后彻底爆发，我没好气的回敬。他顿了一顿，冷声说道：王上让我叫你起来，你快点起来。王上，卓，他从不管我何时起来，今天这么大清早的叫我起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我迅速清醒过来，飞快的起身穿衣。子儿看到我提到卓，立刻就爬起来，忍不住哼了一声，眼光带着轻蔑与不屑。我只当没看见，欲起衣服就要穿，他一把夺过，将前2天着给我的士兵服塞到我手里，穿这个。我抬起头，这才发现子儿身上穿的一件衣服也是和我要穿的那件士兵服一样的衣服。我顿时明白过来，卓这时要带我上战场了，快点，还愣着干什么？大军都在等你呢。子儿不耐烦起来，我被他催促着穿上衣服，又简单的洗漱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直接被他拉着跑了。等到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门口，卓正站在门口，身旁站着2队士兵。他见我过来，忙迎上来，看到我的脸色一变，怎么回事？脸色这么苍白？我愣了愣，大概是由于我没吃早饭，加上刚刚跑过来的缘故，脸色发白是正常的。没什么，没吃早饭而已。卓脸色一变，看向子儿，怎么回事？怎么没让小姐吃早饭？子儿脸色一白，看了我一眼，低声道：王上说马上把小姐请来，所以奴婢就赶快把小姐带过来了。胡闹！卓脸色不悦地瞪了他一眼，复又关切地看向我，还不马上走？你快去旁边把早饭吃了。说着，他拿出干粮递给我。我肚子正饿着，也不跟他客气，拿了干粮走到旁边，3下2下就将早饭解决摔了。卓见我吃饱，让我和子儿分别排在2队队伍的第1个，领着我们朝宫门口走去。来到门口，大军已经浩浩荡荡地排列整齐，多尔与昭亚骑在高头大马上，带领着众多的骑兵与步兵。我特意朝昭亚多看了一眼，发现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张副将那一剑没要了他的命，卓定是费了不少功夫救他吧。大家见卓出现，纷纷下马跪下，恭迎他们的王上。卓微微一笑，让大家起身，走到宫门口特意搭建的一个台子上，高声向众人喊话：各位，今天我们出征大楚，为了一耻大楚带给我们的耻辱，我们挟此以尽诚意向他们献上我们最尊贵的公主和亲，谁知大楚太子并不领情，竟置我们挟持的一份情谊于不顾，冷落我们的公主，此等耻辱不报，枉为我挟持人。今天我们就要出征大楚，各位有没有信心？卓在台上景得慷慨激昂，下面的士兵听得一片热血沸腾，纷纷举起手里的长矛上下挥动着，大声回答：有。好，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出发。卓大手一挥，从台上走下来，临转身前还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心中虽然对他攻打大楚有些担心，但更多的是即将见到上官玉的喜悦。我相信上官玉的实力，他能打得过他，但是我何时逃走，怎么逃走，却成了一个难题。卓坐上了为他准备的御辇，我和子儿分2队跟在他后面。看情形，这2队士兵似乎是负责贴身保护他的卫队。卓让我混在这样的卫队里，恐怕是最好的控制住我的方法了吧。我苦笑一声，想要逃走，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既然是跟大楚宣战，自然要到离大楚最近的地方，挟持的边城城与大楚的边城郾城，自然就是2国军队最好的驻扎之地。大队人马行走在官道上，因为人数太多，地上又积了雪，速度快不起来，一整天也没走上多少路。傍晚时分，大军驻扎在官道上。为了方便起见，士兵只搭起带来帐篷的一半，10个人一组的心在一个帐篷里。
卓带着我往他自己的帐篷走去，意外的没有叫上子儿。我看到子儿一脸愤恨地瞪着我的背影，让我不禁猜测他对自己的这位王上到底怀有怎样的感情。走进帐篷，一股暖气袭来，帐内已经燃起了炉火，设好了一张书桌和一张床，非常舒服。卓在床边坐下，拍了拍床铺，对我道：“过来坐吧。”我迟疑地走过去，看了他一会，在床的另一头坐下。他不介意地笑笑：“怎么样？对于我要攻打大楚有什么感觉？”他的问题刺激到了我心中最敏感的神经，我咬了咬唇，目光炯炯地对上他：“你终会输的。”为什么？女人的直觉。他扳起我的下巴，棕褐色的眼眸一瞬不瞬地看着我。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我笑起来，唇角扬起一个美丽的弧度，因为上官玉太强大。呵呵。他笑出了声，射开我的下巴，收回目光，直直地盯着掀起的帐帘，似对我说，又似自言自语：“我很期待与上官玉再打一仗哎。”我没有回话，心里却告诉自己，这场仗上官玉终会赢。他站起来，走出帐外。我看着他的背影，默默计算着我们达到郾城的日子。我曾经推算过，刘陆骑马车赶到城最快需要4日，以大军这个速度，我估计大约需要6天时间。6天之后，我就可以见到上官玉了吗？脑中突然有了这个意识，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激动到发颤的情绪，一股喜悦遍布全身，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碰巧贵公公端了晚饭，看见我咧开的嘴，疑惑地瞥了我一眼。我尴尬地闭上唇，贵公公将晚饭端到桌子上，对我说：“小姐自己用晚饭吧，王上在外面和多尔、昭亚将军陪士兵们一起用晚饭呢。”我点了点头，他不在帐篷里吃饭，不给我增加压力，我倒情愿他在外面吃。用过晚饭，天色渐晚，卓从外面回来了，他进门后就开始洗漱，忙进忙出的。我不禁担心起来。他把我拉在他帐篷里，那晚上一张床，2个人怎么睡？我默默地看着他洗漱完毕，他仿佛终于想起了我似的看向我，站着干什么？怎么不去洗漱？我哦了一声，在子儿的监督下，简单的洗漱完毕后，又重新回到帐篷。他正坐在书桌旁，看着桌上的东西，昭亚和多尔在他旁边。昭亚一眼就认出了我，眼神一冷，看了一眼卓。卓似无所觉，对他们说：“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再说。”昭亚和多尔出去了，临出去前，昭亚一直狠狠地盯着我，仿佛这样就能把我身上盯出一个窟窿似的。卓旦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伸了个懒腰，往床上一坐：“睡吧。”我顿时大窘，看着那张床，仿佛上面有一只老虎。思忖了片刻才问：“一张床2个人怎么睡？”他的眼睛狡黠地看着我，眸中闪着盈盈笑意，自然是一起睡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开什么玩笑，我睡地上也不要跟他睡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睡在地上。他仿佛有读心术，顺着我所想的紧了出来。我不易察觉地顿了顿，索性点点头：“你说的对，我睡地上。”说着就要让贵公公拿枕头铺盖进来。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从床边站起来，拉住我：“你开什么玩笑？这么冷的天，你睡地上保管明天声波。”我拿下他的手，用眼斜着他：“那怎么办？”他叹了口气，把贵公公叫进来，自然是再搭一张了。我笑了笑，满意的退到一边。卓一边吩咐着士兵给我搭床，一边不时地看我一眼，眼中刻满了无奈与退让。第2日清晨，天还未亮，卓就起床了，我也不得不从温暖的被褥中爬起来，让侍卫把帐篷收起来。吃过早饭，大军又出发了。我早上还未睡醒，一个上午都睡眼蒙睁的，赶到中午驻扎的地点时，脑子终于清醒了，但是脸色却略显苍白。其实我也不是没赶过路，当初陪上官玉出征的时候，我们也赶了很多路，只是那时候是坐在马车里，现在是亲自下地跑了，2个赶路的方法不一样，体力有些跟不上。卓怜惜地看着我，给我提了个建议：若是你肯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坐我的马车。我谢谢他的好意呀，让我醉他同乘一辆马车，我就是累死也不要跟他坐一起。我头摇得像拨浪鼓：不用了，我不累。
他没说什么，只是看着我，眼神颇为复杂。第84章下划线鹏程，就这样连着赶了几天路。当我终于气喘吁吁的赶路赶到快不行的时候，彭玉终于近在眼前了。卓寻命令大家在距离彭玉10公里的地方驻扎下来，这里有一片非常宽广的土地，非常适合大批人马。远远的看着前面的城墙，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彭玉近在眼前了，不日就可看到上官玉了，我终于可以选择睡一个安稳觉了。试问不知不觉经到了12月未了，彭玉的天气竟比婉玉更冷，到复天寒地冻，晚上经常下雪，寒气从帐篷下窜上来，又阴又冷。早晨起来，通常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我好不容易适应了婉玉的天气，现在又要适应彭玉的天气，这对我来说无疑在考验身体极限。我非常不是装，晚上好几次都被冻醒了，浑身凉飕飕的。好不容易等到白天出会太阳，我都要待在太阳底下晒会，否则我觉得自己这样冻下去，早晚得冻出关节炎来。这样过了1日，我奉以为卓寻第2日就会进入彭玉城内，没想到他跟多尔、昭雅商量了一番后，就在彭玉驻扎了。